心！陆思年，为什么？周阳光，这辈子我欠你的，我尽了。下辈子求求你，成全我和婉婉。陆思年，到死，你心里都只有他。拥抱永久。我和陆思年是最恨彼此的人，他恨我耍手段，让养妹替我和黑手党联姻；我恨他娶了我，但这辈子心里都有旁人。周耀光，你用周家大小姐的身份，逼婉婉这个养女替你嫁进九死无生的黑手党江家，现在又用婚姻困住我的一生，你满意了吗？陆思年，不是这样的，思年。陆思年，你敢走！他爱到入骨的周婉婉，替我联姻不到半月，就被江家那个疯子折磨致死，身上满是血痕，没有一块好肉。从此他成了他心尖上的白月光，而我，婉婉，则是肮脏的刽子手。5年婚姻，苦行一场。我与他赌咒发誓，要彼此不得好死。周婉婉死后，连累周家众人被黑手党追杀，小心！他却用命救了我。你真的要跟陆思年结婚吗？黑手党江家步步紧逼，只有联姻才能救公司。我竟然重生了，回到求爸爸让我嫁给陆思年的那一天。你真的要为了陆思年不顾我整个周家的死活吗？爸，我不嫁陆思年了。送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养女过去，是对江家最大的侮辱。您去告诉江家，周家大小姐周瑶光愿意亲自领养。好女儿，我就知道你比婉婉懂事，识大体。前世周婉婉私生女身份败露，黑手党追杀周家，陆思年为救我而死。若嫁过去的是我，或许大家都能。爸，江家我去嫁，至于陆思年，就让给妹妹。一言为定，双喜临门呐！我这就通知人把喜帖上名字改成婉婉。你不会反悔吧？您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反悔。好。爸爸最疼爱的就是周婉婉这个私生女，所以才不顾一切将她收为养女。前世如果不是我用母亲的股份施压，爸爸也会强行送我去联姻。在他心里，周婉婉的眼泪比我周瑶光的命重要的多。陆思年，他还是来了。思年，我爸同意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。所以你就把婉婉推进江家那个火坑是吗？周阳光，你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？周总，我愿意用陆家所有产业换，求您别送婉婉走。放手，小光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有什么你冲我来，我求求你，别让婉婉嫁进江家。前世我拦住陆思年，断了他跟养妹的路，现在他还是为了养妹来求我。陆思年，在你心里是不是永远都是我在欺负他？你想让谁联姻？黑手党江家与周家积怨多年，无论谁嫁过去都难逃一死。两家婚约已定，我跟周婉婉必有一个要嫁过去。
那不都是你周大小姐说了算吗？别人哪有选择权？要不是你从中作梗，我跟婉婉……陆思年，这一世我放过了你，也放过自己。周耀光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陆思年，你想多了。祝你得偿所愿。我并未告诉他远嫁的是我，他这么恨我，让他再多恨几日也无妨。这样等到结婚那日，他看见周婉婉穿着婚纱出现，应该会很开心的。前世你我彼此折磨5年，这一世欠你的我还了。从前周耀光总是胡搅蛮缠，今天就不吵不闹，他又在谋划什么？江家继承人江锦是下一任黑手党掌权人，听说他是个恶魔，几年来走进江家的女人没有活着出来的。前世杨妹哭哭啼啼嫁去江家，没多久便被江锦当成玩物折磨致死。后来江锦意外得知杨妹私生女的身份，更对周家恨之入骨。现在联姻的是我得做好万全之策才行，至少练练枪法。周耀光，你就那么讨厌自己的妹妹，非逼她去江家送死？陆思年，你要干什么？婉婉身体不好，你逼她远嫁，就是让她去送死。真没想到，你现在竟然变得如此恶毒！松手！婉婉吓得一整晚都没睡好觉，你还有闲情逸致在这玩枪？周耀光，你别以为逼走她我就会娶你，我是不会喜欢你这种冷血无情的人。如果你妈还活着，看到你现在这样，该有多喜！陆思年眼中的恨意，跟前世我们互相折磨的那5年一模一样。陆思年，你没资格提我妈。对不起，耀光，刚才是我一时冲动。我妈死时还答应过我妈要好好照顾我，可现在事情还没到最后，你怎么知道不会如你所愿？陆医生，你有点操之过急了。你是周家继承人，为婉婉身后空无一人。陆思年，说到底，你从未替我想过。你走吧。是我不小心揉碎了眼眶，含着你因为太长，我失去方向。远嫁的是我，不是你心心念念的玩物。你如愿。他来过。从小时候起，我每次擦伤，陆思念都会送这种特制的创口贴。他待我好，不过是对妈妈的承诺。婚后相爱相杀5年，我才清醒，他对我只是兄妹之情，杨妹才是他的心上人。是时候该放手。姐姐找我有什么事啊？爸爸还没有跟你说吗？你应该高兴。我高兴什么？你逼我嫁去江家那种杀人不眨眼的地方。周耀光，别欺人太甚。你先把婚帖打开再说话。这是……姐姐不是一直追着陆医生后面跑吗？如今怎么肯把他让给我？你到底有什么阴谋？你想多了，我会让你如愿嫁给陆思年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3日后我会远嫁江家，在此之前，你不能告诉任何人。你答应，便会如愿。好啊，姐姐，我答应你。陆思年，
3日之后，我们便今生不见，来生不见。只是这些日子，陆思年并不知晓这一切，还四处求人救周家，以免养为远嫁去江家。准备他冬季夏季，真的周耀光，你是来取笑我？牵过他的手臂。我不会允许婉婉嫁到江家的，也不会跟你结婚。你别痴心妄想。陆医生，你可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。思年哥哥，没有了联姻的压力，周婉婉的笑容都明媚了许多。思年哥哥，你不是说要送给我礼物吗？在哪儿呢？思年哥哥该不会给认识的女孩子都送过这样的礼物吧？傻瓜，这些当然只送给喜欢的人。他喜欢，我愿意给他做一辈子。这门手艺还是我妈教给陆思年的。周婉婉被爸爸领回家那天，她捏了很多陶瓷，只为哄我开心。可我妈是被周婉婉和他妈活生生气死。思年哥哥，我不喜欢这个，你送我点别的嘛。婉婉要什么？只要我会。我想要陶瓷小狗。好，陆思年，我从未想过你恨我至深。2日后，我们山长水远，一刀两断。大小姐，有您的快递。是陆思年送来的。算了，就当是他今生送我的最后一件礼物。今年周家的晚宴，您还和往年一样不去吗？不，我去。这是出嫁前在周家的最后一次晚宴，今后远渡重洋，我想给自己留点念想。过一阵子，婉婉就远嫁国外了。是啊，周瑶光身为周家大小姐，都大难临头了，还只想着逼陆医生结婚，最后救周家的只有婉婉了。我身上流着周家的血，只要能让家族更好，我愿意牺牲我自己。还是婉婉有担当，周瑶光连周家的家宴都不来，根本就不配做周家大小姐。谁说我不配？你们有什么资格评论我？周瑶光什么意思？这根本不把婉婉放在眼里。他怎么不自己去联姻啊？不就死了个亲妈吗？好像所有人都欠他。前世黑手党追杀周家，他们也无法删除。现在闲言碎语几句，比丢了命好。我先失陪一会儿。周瑶光，谁不知道远嫁江家是你自愿的，没人逼你啊。这原本就应该是属于我的功劳，被你抢走了。我说几句，你应该不介意吧？功劳？若是你嫁去江家，知道会是什么后果？你知道嫁进江家之后你会发生什么？最多撑不过1个月，你就会一死两之，让两家关系更加恶化。所以你凭什么认为这是你的功劳？周瑶光，你胡说！姐姐，姐姐，你为什么推我呀？救命！我的腿好痛！陆医生，
陆思年，救我！我亲手划掉你刻在我心里的谜，忘掉主动牵起你手时陆思年，你当真要这么绝情？大小姐，大小姐受伤了，快来人啊！坐好。周耀光，你弄伤自己的亲妹妹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能代替她嫁入江家吗？陆思年，我住嘴！别再假惺惺了。我从没想过你竟然恶毒到残害自己的手足，你根本不配当周家的大小姐，你对不起周家所有人。幸亏你母亲死得早，没有看到你这副恶毒善妒的样子。这副场景与前世一模一样。婚后5年，他因为周婉婉多次和我争吵，虽然每次都不会猜忌，但这一次，大小姐，陆思年，你没资格说我妈。小光，小光，小光，小光！陆医生，周耀光，你都要去联姻了，你干嘛还要把这个陆医生不放？小光，你怎么样了？前世，陆思年从不会主动到周家找我。你来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昨天是我一时冲动。我不需要你对不起。数不尽的泪，我也哭了好几回。陆思年，你很快就自由。等到我去江家联姻，你会如愿以偿迎娶这2世心心念念的人。明天以后，就让它你再也看不到我。你的那瞬间成为我们的纪念，谁能发现我的大小姐，你在找什么？我的收纳盒呢？难道……周婉婉，姐姐，这些小玩具我拿出来玩一玩，你不会在意吧？你疯了吗？为了几个小玩具，竟然对婉婉拔枪！我把妈妈的陶瓷小狗放在哪里，只告诉了陆思年。我的陶瓷小狗是你拿走的。婉婉要去江家联姻，你不是始作俑者吗？她的一生都要被你毁了，难道比不上一个小破玩具？破玩具，这是我妈亲手给我塑的。我知道，我可以给你塑一些更好的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这是我妈给我的遗物。不要！这一幕与前世一模一样，我们永远不死不休，用最恶毒的语言相互诅咒，是彼此为今生最大的劫。
小光，妒忌的体质，却把原谅的权利但是其实恩赐。我们永远不会真的开枪。这竟然是我送他的枪，小光，你为什么不躲？你过去都会躲的呀。小光，小光。大小姐，陆先生一直在门外。我不想见他。那天，陆思年在我房外熬了一夜，站到了天明。我依然没有让他进。小光，我会和你结婚，我会用我的一生来弥补这一枪。我愿意用陆家所有的财产向你发誓。今日我离开，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去江家这种地狱，我一个人就够了，不必让别人担心。今天也是陆思年跟养妹结婚的日子，他现在大概已经收到了我送他的大礼。等一下，问宿命是否在多久在，只求在永久地不了陆思年，不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别人总会收到，接收到，放手到，回首就该。娃娃，我送你到机场吧。你是不是还在怪我答应娶你姐姐？他果然把我错认成了周婉婉，才默默等在这里。看来他还没有收到那份大礼。可这都是我欠他的，对不起，娃娃，没能阻止你嫁入江家。但是如果你反悔想离开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我们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。思年，陆思年，你赶走！周耀光，如果有下辈子，求你成全我和婉婉。陆思年，前世若是早早醒悟，你我之间又怎会落得如此寥寥结局？ 행복해도 마지막인 것처럼 다시 내일이 없을 陆思年， 것처럼 今生我奉你字，从此你我永不相见。婉婉， 내가 숨 쉬는 이유 그대 今天婉婉太反常了，为他送行，他却拒绝了所有人，对我连一句话都不愿对我说，像换了个人。婉婉，如果我更努力一点，更早布局，婉婉就不用远嫁。他一定恨透了我，但是我又能如何呢？我并非没有争取过，可我承诺过周耀光，跟他结婚不能违背。这枷锁是我亲手戴上的，此生终究是与婉婉无缘了。思年哥哥，婉婉，怎么是你？
思年哥哥，你终于来了。婉婉，怎么是你？我也不知道，是爸爸突然告诉我计划有变，让姐姐嫁去江家。你说什么？嫁去国外的人是瑶光？所以，只身一人乘坐飞机飞往国外的人，也是瑶光。可这都是我欠他的，对不起，婉婉，没能阻止你嫁入江家。但是如果你后悔，想离开的话，我可以帮你，我们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。婉婉。思年哥哥，你去哪儿？小光，等我。黑手党新任掌权人江健，25岁首任叔父上位，更是对周家恨之入骨。这桩婚姻就是羊入虎口，我能做的就是尽快稳住他，即便无法消除他对周家的恨，起码要争取些时间。Never feel safe, I'm tongue-tied. Never let out my rage. Try to break in this cage, but where would I go? 小明思，周刚那个老狐狸，这次倒是送了个不一样的玩具。胆量不错，周刚这个老狐狸，这次倒是送了个像样的礼物。眼前这个年轻的新任掌权人，眼中杀意毫不掩饰。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周婉婉前世刚来1个月就被折磨致死。江少，周家派我过来联姻，是来寻求合作的，不是来树敌的。你用枪口这样对准你的新婚妻子，这就是江家的待客之道。合作？你们周家你配吗？江家不需要合作伙伴，只需要听话的宠物。记住了，在这儿，我不是你的丈夫，而是主子。给你3秒，留下言。杀了我，就等于杀了江家未来的药。陆思年，这个国家医疗资源匮乏，江家祖传的心血管疾病是他们最大的软肋。前世所有医生都束手无策，只有陆思年能控制住江家人的病情，这是我现在唯一的筹码。华国顶尖心内科专家陆思年已经和我养妹结婚了，他为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女人，早就不想给江家供药了。他更巴不得我死在这里，这样的话，他既可以和周家交代，又可以名正言顺地断绝跟江家合作。那时候，你们休想从周家跟华国掠夺任何资源。你真的以为我不敢动你是吗？江少，你敢赌，
开枪啊！如果我死在这里，陆思年会立刻停止供应江家特效药。今天江少若是稳操胜券，那便动手了。你跟之前的那些华国女人不一样，周大小姐，但愿你的命和你的骨头一样硬。华国来联姻的名媛不下10个，那时江静还不是掌权人，跟他们结婚的或许是更残暴的江家人。他们经历过什么？是否也曾像我这样在枪口下强装镇定？这才第1天，江静比我想象的更难对付。卧室那场对峙后，江静居然真的留我活到了今天。但射击场这种私人领地，他这种极度仇视周家的人，这种一般带爱人的活动，居然会带上我，他到底在盘算什么？连枪都拿不稳的大小姐，也配谈价值？也对，江静只有我这个被强行塞给他的女人，除了我，他也没有别的选择。走了，还不跟上？是炸弹！乡少，您真要取他性命？我记得您新婚夜放过他了。放过周家人？怎么可能？要不是现在动他，会惊动华国海关，陆思年那边替代的专家也还没找到。这炸弹本来是训练用的热传感的哑弹，要是他死在意外里，那就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了。周刚那个软弱怕事的娘炮，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样我们就有充足的时间准备找到医生替代陆思年了。这张脸确实漂亮，可惜生错了家族，嫁错了人，你我之间注定只能活一个。收拾干净点，别留痕迹。是，江少。江少，有情况，他把捂热的石头扔向第2个炸弹，引爆时间延迟了。乡少，看来马上就能给他收尸了。江少，这个女人不简单呐，她一个人居然拆除了我们2颗炸弹。是啊，这么勇猛的华国女人，莫非她有什么了不得的本事？江少，要不要趁他手准没防备，一枪毙了他？一枪毙了他！把枪放下。江少，现在正是好机会啊，伪装成被炸弹炸死，天衣无缝啊！我们走。是。江少最近是怎么了？他已经是第2次放过这个华国的女人。闭嘴！你想被所有人都知道吗？我没有告诉江静我遇到炸弹的事情，因为我自己也清楚这件事情个中曲折。但没想到，当晚他又一次来到我的房间。Don't ask me. 皮肤不错，倒是生了张能骗人的脸。
许周家也不全是猎人所有的废物。是不是？枪都拿不稳，还学别人杀人？怎么？你要弑夫是吗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今晚我睡这儿。怎么？你们华国人结婚之后分房睡是吗？江锦到底想干什么？穿好，今天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江锦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这是我母亲，她已经去世10年了。江锦竟然带我来见他的母亲。母亲，我已经结婚了，您可以放心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先稳定目前的局面肯定是不会错的。被动的痛，只能沉默。有多少夜晚没有尽头？今天天气不错，我带你去逛逛。到黑夜翻面之后，会是新的白昼。等到海啸退去之后，只是潮起潮落。你的枪法是谁教你的？陆思年吗？陆思年是我母亲的养子，跟我情同手足。我远嫁异国，哥哥担心我是人之常情。江少不必多想。以后我来教你。握紧。江锦，我想自己开一间。江锦，我们比赛吧。比什么？就比谁射中的鸟多。组队吧，我和你一起。我们赢了。
他亲口说过厌恶华国人，最看不惯娇生惯养的大小姐。今天很尽兴，谢谢。时间不早了，回家吧。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亲密，慢慢聊自己，慢慢和你走在一起，慢慢我想配合你。来喝，干！江少，真不打算处置那个划过来的大小姐了？她可不是什么娇滴滴的大小姐，她跟咱们一样，是能在刀尖上跳舞的人，是我的人。来，好，敬江少，干！所以，我这是初步赢得他的信任。江静每天都睡在我房间，但是不会真的碰我。时间久了，我渐渐也能在他身边睡着了。我能感受到他对我的杀意倒是淡了，不过也只是对我一个华国人好了一些而已。他依旧是那个痛恨华国人的江静。你的快递。这自己，这小狗，是陆思年，他怎么来了？夫人，要去哪儿？我出去逛逛。真的？只是逛逛吗？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我不去就是了。去吧。多久回来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究竟还能不能回来。今天12点前，我一定回来。我不知道江津是不是真的幸运，他那双眼睛好像什么都看穿。小光，陆医生，这是姚公从过去到现在对我最陌生的称呼。跟我回去吧，所有事情我们一起面对。陆医生，你是想让周家和江家再无周转的余地吗？送过来的大小姐没多久便被带回周家，江家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绝对不能让黑手党的人伤害周家半分。前世周家惨状历历在目，这一世没有我这个累赘，陆思年或许真能多撑几，但激怒江津的代价是整个周家陪葬，我赌不起。陆医生，只要有我在，周家就一定还有转圜的余地。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陆医生，回去陪你的妻子。我没有去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没有跟婉婉结婚。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陆医生，请回吧。小光，如果你是因为我才决定嫁进江家那个火坑，
那我现在就告诉你，不行，就算拼尽一切，我也要带你走。陆医生，你想多了。你不是说我配不上周家大小姐这个位置吗？我只是想证明一下我自己。住嘴！别再假惺惺了。从没想过你竟然恶毒的残害自己的手足，你根本不配做周家的大小姐，你对不起周家所有人。幸亏你母亲死得早，没有看见你如今这副恶毒善妒的样子。那句话是我混蛋，我当时气疯了才一时冲动，我后悔了。够了，陆思年，周家大小姐这个位置我坐得上，就承担得起，这是我的命，我得认。我选的路与你无关，我选的路与你无关。是不是因为我？陆医生自恋这个毛病还真是10年如一日。可为什么是江晋？他手上沾了多少血？正因为我知道，所以才必须是我。瑶光，陆思年，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拖住江晋，只要有我在，他就别想踏进华国半步。不行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。若是我失败了，我会用命来抵。还有，从今以后我们两不相欠，生生世世不必再见。你请回吧。瑶光，陆思年，祝你从此以后妻贤子孝，前程似锦。只是这一切与我无关。瑶光，周瑶光，你用周家大小姐的身份，让周家养女婉婉替你嫁进九死无生的黑手党江家，又用婚约困我一世，你满意了？怎么回事？我为什么多出了一段记忆？我从未跟瑶光说过这些话。江少，已经凌晨3点了，周大小姐连个影子都没有，她肯定跟那个姓陆的跑了。没错，江少你被他骗了，说不定他还带走了江家的机密。江少，给我一帮兄弟，我现在就去把这对狗男女给毙了，把他们的脑袋带回来见你。闭嘴！时间太久了，他们说的也许是对的，可是我对他再也下不了手了。罢了。江姐，江姐，江姐，잠시만 아주 잠시만 두비루비루라파 두비루비루라파 두비루비루 두비루비루 두비루비루라파 두비루비루라파 두비루비루 두비루비루 두비루비루라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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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두비루비루 두비루비루他单枪匹马端掉整个敌对势力时，手都没抖一下，此刻把我拥在怀里，整个胸腔都在失控的颤。江少，抱得不紧，是不是力气变小了？小，滚出去！是。江姐，江少，我错了。错了，江夫人，你现在错了，有用吗？这辈子，我将信只要你周耀光一个。江少这是从哪儿学的霸总语录啊？不像你的风格。
周大小姐，你就说受不受用？受用。思年哥哥，思年哥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婉婉，你这些天到底去哪儿了？为什么在新婚夜一走了之？你让我一个人成为了整个上流社会的笑话。婉婉，所有的责任我一个人承担。明天我就去向周伯父请罪。没关系的，思年哥哥，只要你回来。婉婉，我不能跟你结婚。为什么？因为周瑶光吗？你去见他了？我是周家的养子，这条命是周家给的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周瑶光一个人跳进江家的火坑。婉婉，在把瑶光平安接回来之前，我没办法顾及儿女情长。有周瑶光一个人的子，换我们所有人的圆满，这笔买卖难道不划算吗？思年哥哥，我们可以白头到老，这难道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？啊！你说话呀，你说话呀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非要毁了这一切？为什么？婉婉，你不是最喜欢陶瓷小狗吗？思年哥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。既然你喜欢，为什么亲手摔碎它？思念哥哥，我只是太着急了，不小心碰到的。你知道的，你送给我的东西，我怎么可能会不珍惜呢？你如果真的珍惜的话，就会像你姐姐一样，而不是……婉婉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，是我眼望心狭，被他玩弄于股掌，一次次去伤害真正该被保护的人，是我对不起瑶光。陆医生，人带到了。陆医生，人带到了。陆医生，您之前私下让我查的家宴旧事有眉目了。当陆医生的面，你自己说吧。陆医生，家宴那天晚上在楼梯口的是二小姐，是她自己突然抓着大小姐的手，拉着大小姐一块摔下去的。你血口喷人！思年哥哥，他胡说。你最好想清楚之后再说，要是有半句假话，后果你承担不起。陆医生，我敢用我全家性命发誓，我如果撒谎，我不得好死。婉婉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是我做的，怎么了？明明我才是那个要为周家联姻享受风光的人，是周瑶光突然抢了我的一切，功劳、地位，还有你，我只不过是教训了他一下，有什么错？你怎么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？当初对周瑶光避之不及的人是你，新婚夜为了周瑶光抛下我的人也是你。陆思年，
先背叛的人是你呀！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？你不觉得你这又当又立的模样真的很可笑？还是说你两个都想要？别乱说！我有没有乱说？陆思年，你心知肚明。那娃娃说的是真的，我真正放在心上的，竟然是瑶光。陆医生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无论如何，我都一定要把瑶光平安带回来。江锦待我越好，我越是清醒。他终究是那个与周家势同水火的掌权人。如今两家关系看似缓和，实则如履薄冰。我稍一妄动，便会万劫不复。江少，外面来了一群华国人，阵仗可不小。带头的说他是华国名医陆思年。陆思年，他说他是来探望夫人的。陆思年究竟想干什么？陆思年，瑶光，我夫人，这位是？这位是华国首席心内科医生陆思年。陆医生，这位是黑手党掌权人江进，也是我的丈夫。瑶光一定是在贵气我，他怎么可能心甘情愿是他的妻子？我是华国第一医院心内科院长，也是周家的家庭医生陆思年，今日受周伯父重托来看望周大小姐。陆医生，久仰，华国医学界的翘楚，果然是一表人才。一点薄礼，算是补上周家的贺礼。还望江少行个方便。陆思年到底想干什么？周先生破费了，这份心意我就收下了。陆先生千里迢迢来探望我的夫人，我呢也不能失了礼数。来人，设宴，好好款待这位远道而来的贵宾。陆思年，你怎么又来江家了？真是我爸让你来的。不，瑶光，是我自己要来的，我必须来。我上次跟你说的还不够明白吗？我是自愿嫁的，你是听不懂话吗？为什么还要步步紧逼？我都知道了，周安安根本不喜欢那些陶瓷小狗，也是他把你从楼梯上推下去的，对不对？以前是我眼冒金星，错怪你了。你跟我回去好不好？我答应你，我用我这条命来补偿你。回去？你以为这是小孩子过家家？这场婚约赌的是整个周家的命，你凭什么认为以你的一己之私就可以牵制我？这不是私事，我是周家的家庭医生，自小在周家长大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周家大小姐留在这龙潭虎穴。它落成为梅子盛开。
陆医生，今晚家宴过后，请你立刻离开。小光，站在无尽红尘小光，你听我说，仰望曾有你的苍穹。Oh my love， 我看见希望闪耀彩虹之间，光芒凝结于你我的那片天。小心！陆思年，陆思年，下了执念，微笑到底是谁？现在为什么我毫无印象，却又真实的可怕？陆医生远道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陆医生，我想问，你们华国人一般喝酒是什么方式？一般是行酒令，划拳这些。不过我们华国男人更看重内在修养和文化底蕴。若日常杀气重重，便是蛮横。既然陆医生不愿意与我们这些打打杀杀的人打交道，那咱们就换个方式。那江少想比什么？就用你们华国的传统神农尝百草。比就比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我若是赢了，还请江少高抬贵手，让我带周大小姐平安返回华国。陆思年，这不是你能放肆的地方。江太太，你说我该给他这个机会吗？怎么，江少是怕输给我这个你口中的文明人？好啊，我答应你。不过我要纠正一点，我夫人从来不是什么赌注的筹码，她要跟你走，或者留在我身边，都由她自己决定。陆思年，闹剧该结束了，立刻回你的酒店去。明天一早，我会派人给你买最早的一班飞机回华。夫人，你是在担忧什么？是担心我吗？既然陆医生执意要赌，那就由我夫人来做这次比试的裁判。我想陆医生应该没有什么意见。来人，按江少吩咐，准备药材、器皿，还有纸笔。一个异国人懂什么中草药，装模作样。周大小姐真是可惜，大好前程都断送在这个黑手党手里。他连毛笔都没碰过吧？这些草药他认得全吗？夫人，替我研墨。江少，你这握笔姿势，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
当归、千里过半边莲、四季青、苔花蛇舌草。师种认出了9种，陆医生果然医术精湛，这一手好字文采斐然，真给周家长脸。陆思年是个医生，用这种手段取胜，简直胜之不武。哎，看这字写的，还真挺好哎，真好啊，一看就是有功底的。哎，真没想到他们有这一手啊！一个医生显然这样不错啊。藿香，这字，将军竟然会行楷。当归、千里光、四季青、青木香、天仙堂。我怎么感觉他写的还挺对的？积血堂、10种，他全都写对了，一种不差。陆医生也不过认出了9种，真是想不到啊！哎，江少居然深藏不露啊！这字骨架里是楷书的端倪，写的真漂亮，笔意却带着行书的洒脱，绝非一日之功。没想到他竟有如此累藏，从前怎么不知道？这怎么可能？他明明是草包一个。陆医生，按照比赛规则，应该是我赢了吧？江少，好本事！陆某愿赌服输。陆医生，愿赌服输。回华国后，请务必带话给我父亲。我在江家过得很好，江靖待我很好，请他不必担心。陆思年，当初是你亲手推开的，如今又有什么资格不敢？你真是活该！好，话我一定带到。保重。或许我们之间始终隔着迷人的距离，这世间多少遗憾的结局，像我和你擦肩而过的宿命。去把周瑶光处理掉，我绝不允许他活着回华。记住，这件事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明白。周瑶光，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让你永远留在异国他乡。伯父的话我已经带到了，现在跟我回去。小光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，我发誓，只要你点头，我就算拼上这条性命，也会带你离开。你的命留着去救该救的人。陆医生，请回。如果有一天你陆思年，我说了，陆医生，你要是觉得这一路不太平，我可以派几个得力的手下护送你的安全。小光，江靖，
让我送送陆医生吧。好，等你回家。好。那就麻烦陆医生替我照顾好瑶光。我与瑶光青梅竹马20载，自然会护得周全，不劳江少费心。陆医生，走吧，早去早回。瑶光同意送我，是不是心里还有我？小心！注意！陆思年，怎么回事？是谁啊？绝不能重演，这一次我绝不允许。快走！别管我！你别说话了，省点力气。华国顶尖的心外科医生死在异国他乡，这笔账我付不起。陆思年，陆思年！医生，他怎么样？陆思年，你撑住！医生，他到底怎么样？子弹离心脏只差2厘米，要是再晚来一步，上帝复活也救不了。什么？前世你以命起誓，说永生永世不愿再见，可今生为何又要为我挡这一枪？时光，时光，时光。小光，你醒了，我去叫医生。你出了很多汗，喝点水吧。小光，我做了一个很坏的梦，梦见我们结婚了。虽然我们每天还会争吵，但我也总会低头。直到黑手党杀进赵家，我拼死救下你，可你却转身走向他们的枪口。小光，这些片段是不是真的？你决定去江家联姻，是不是早就知道什么？做梦而已。不是梦。陆医生，我该回去了。小光，别走！这一次我发誓，我就算拼上性命，我也一定会护你周全。陆思年，小光，这辈子欠你，我还清你。如果有下辈子，我求你拯救我和婉婉。前世之情我已还清，今生今世，我们永不相见。小光，
小国。告诉我，现在放开双手是对的，别碰我。有光，将军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你怕我跑了？我当然怕，怕的一夜没合眼，怕你真的不回来了。像烟花爱过，奔向星空，不怕痛，从不怕燃烧，哪怕瞬间闪烁。你回家吧。就挥霍眼泪，深邃比海边泡沫，烛火自由。如果曾被你记得，就足够。那些迷惘路口有你陪我流泪的夏天，来上来，阳光刺眼，有心跳的交响乐。将军的承诺是真的，这一生他确实只为我一人倾心，在位于周家稳定，我们相守到白头，直到他百岁那年安然离世。那天走失了人海，一定站在最显眼路牌，等着我，一定回来。这一生能和你白头到老，是我将军最大的福分。原来是，我定要早早寻到你。他走了，在这个陌生的国度，我唯一牵挂的人，终于也离我而去了。小光，小光，小光，我来接你回家。你还是来了。漂泊半生，看尽异国月色，饮尽他乡风霜，是时候落叶归根。我带着将军的枪回到故土，了却了这漫长的一生。而陆思念终身未娶，在我走后不久，便随我而去。